沈玉以为自己逃了就不受刺激了，结果发现自己想多了。等后来他回到客栈，发现他一直租不到天下客栈的天字1号房，2号房的租客竟是宋锦时，又感觉自己心口挨了一刀。不仅如此，等他看见宋锦身后寸步不离紧紧尾随的魑魅魍魉，更是眼珠子要瞪出来了。他才记起来魑魅魍魉称宋锦为少主，如今的宋锦有才有貌有钱有势，简直就是完美2字的诠释。两相一比较，他觉得自己又不如宋锦了。他其实凭借着自己锦鲤体质救了一个绣娘，合伙开了一间绣庄，他还救下一对制香姐妹，一起合伙制香，开了一家香粉铺。如今绣坊的绣品还有香粉铺里各种线香、香薰、香膏、香泥皆卖得很红火，正日进斗金。只是他想不明白，明明她才是锦鲤福玉女，而且她已经很努力提升自己了，为何还是不如宋锦？宋锦看见沈玉也正好住在天下客栈D字号房，没有理会，只要沈玉不招惹他，不管是白莲还是黑莲都与他无关。而他也没有在客栈老实待着，空间里的10亩稻谷需要收割，他实在不想再手工收割稻谷。思来想去，灵光一闪，他想到了一个办法，那就是去买玉石提升空间。于是他想到了就去做了，带着魑魅魍魉风风火火去了银楼，然后花了200两买了一对质地较好的翡翠玉镯，再风风火火回客栈进入空间尝试。结果让他发现空间真的再次吞了玉镯，他手心的云纹也闪现了一下，不过他发现空间没有丝毫变化，时速也没有再加快，一切与原来一模一样。难道是玉石不够？再次去银楼，一口气花出去5000两，买光了银楼的玉器。银楼的掌柜见宋锦买完他银楼的珠宝，惊得下巴差点掉地上。他不明白宋锦为何买这么多玉器，最后他想了半天，得出一个结论：宋锦人傻钱多。宋锦出了银楼，再次回到客栈，便关起门进空间，将5000两买的所有玉器一次性使用完。我果然没猜错，我可以用意念种植收割了。宋锦简直高兴疯了，她应该才是天道的亲闺女，她不用再手动给稻田播种，也不必再手动收割了。修饰这空间升级有点烧钱啊，这简直就是吞金兽啊！一口气花掉5200两，才让空间升级。宋锦忍不住肉痛，同时也猜测空间再升级应该很难了，指不定下次会一次性消耗几万两银，几十万两银。不过舍不得孩子套不住狼，该舍的还是要舍。我要努力多挣钱，挣钱生空间。想到挣钱，宋锦又出了空间，然后转道去了府城集市。他想着南安府地处南方，且靠近海域，宋锦当下觉得自己真的来对府城了，二话不说就以超低的价格，不管是大的小的河蚌，一个不少全网罗干净。买完就立刻回去客栈，关在房里再也不出门了。跟着他的魑魅魍魉直接给他整蒙圈了。这个少主夫人好生奇怪，花5000多两巨资买一堆玉器，不见他佩戴，后面又买2桶没几人愿意吃的河蚌，关房中也不知他捣鼓些什么。咚咚咚，3天后，贡院龙门终于打开。3声鼓鸣正式通知宣告，考生们的第1场考试结束了。只是上万的考生一个个满怀期待走进去，最后却有几百号考生躺着出来。倒下的考生有风寒生病的，有答题不上顶不住压力素质不够自己吓晕的，有因为烤棚灼热中暑的，还有因粪号味道太感人晕倒的。
我儿啊，你咋了呀？相公，你咋没撑住啊？这接下来2场可咋办呀？宋景站在栅门前眺望，一眼就看见鹤立鸡群的萧衍之。看到萧衍之连考3天依旧精神奕奕，甚至步履带风走在被抬出来的考生后面，一颗心定了。不过宋景瞥见身边不少姑娘正虎视眈眈的眸光落在萧衍之身上，甚至身子往前挤，想要生扑而上。他眼眸一眯，相公，这边。听到宋景喊他相公那刻，身子的疲惫立即化为乌有。他虽知道宋景是生怕他被人生扑故意这么喊的，可是这声称呼真的来得太惊喜了，他实在太喜欢了。然而惊喜不止这么点，宋景见自己又被几个姑娘推撞挤了，当即面色一冷，手中突然多了一袋黄豆，紧接着他霸气对着那些不要脸的姑娘脚下哗啦一声就撒黄豆。姑娘们全部脚下一滑，然后同时朝前生扑。没错，生扑了。不过扑倒的人不是萧衍之，等他们反应过来时，发现他们全都扑错了人。有扑到一头白发的老秀才，还有扑到掉了门牙挖鼻孔的恶心男，更甚至还有直接扑上那些被抬着出来病倒不省人事且有家眷的考生。总之，这些妄想生扑萧衍之的姑娘一个个算是完了。等到姑娘们反应过来时，哪里还有宋景与萧衍之的身影。半刻钟后，天下客栈天字1号房的房门吱呀一声紧紧关上。阿锦，你凶悍的模样委实可爱，可爱的让他好想将她抱起。不过他3日没洗漱，身上的味道实在不好。阿锦，我先去洗漱，你等我。宋景去接萧衍之之前，就提醒了客栈小二准备洗漱热水，所以当萧衍之去镂空屏风后洗漱沐浴时，他虽还是会忍不住脸红，但比之前适应多了。他也没有像之前那般窘迫想找地洞钻进去，反而将冰镇在木盆内的荔枝端上桌子，自顾吃着荔枝时，偶尔偷偷欣赏美男沐浴。荔枝可是空间里的产物，木盆里的冰块也是他用硝石捣鼓出来的。萧衍之沐浴完，回到桌边，看到从未见过的果子，懵了。是的，从未见过的果子。大号可没有荔枝。你尝尝这果子，我从一个货商手中买的。尝了一个荔枝入口，他敏锐发现果子不仅好吃，但又有些不一样。阿锦，这果子怎么有点冰镇过的感觉？不错，这么快就被你发现了。这果子确实冰镇过，是不是感觉冰镇过的果子甜多了？确实甘甜可口多了。然后他莫名有种直觉，宋锦一定又捣鼓出新玩意儿了。然后我想制冰，你亲爹不是有漕运吗？我想与你亲爹再合伙，将南边的海产物与水果蔬菜运到京城去卖，你同意吗？萧衍之虽猜到宋锦捣鼓出新玩意儿，但没想到宋锦连制冰都会，又是一个能吓死人的点子。我没意见，你高兴就好。虽然他不认秦军，但真的只要宋锦开心就好。而他此生最大的愿望就是他以后开开心心，没有烦恼。天字号房气氛甜得腻死人，地字号房的气氛截然相反。丽眼觉得自己考场发挥失常了，心态有些不稳了。沈玉则因为萧衍之也参与了这次乡试，心情很复杂。丽眼是他培养的苗子，他自然是希望丽眼争夺下解元。可是他是重生的，带了前世记忆的，自然知道萧衍之会考上状元，当上首辅的。都怪我运气不好，
不仅抽了个倒霉号码，郝鹏还刚好在愤号的旁边，我被熏了3天。厉大哥，你莫心急，后2场你发挥好，策论写好，谢元的机会还很大。玉儿，你说的对，我不能崩了心态，科考最忌心态崩了。玉儿，你放心，后2场我一定发挥好，一定争得解元，争得状元。沈玉张了张嘴，说不出话来。他很想说，有萧衍之在，大概没别人什么事。8月11，还是卯时，宋锦将萧衍之送入考场，沈玉也送厉眼。有过第1场经历，沈玉也给厉眼衣上用提神的檀香熏了一夜，还给厉眼醒脑的香膏涂抹。不过他忘记了一件事，愤号那边的感人气味只会因为囤积变得越来越冲。连续3天，萧衍之端的是泰然自若，奋笔疾书，下笔如有神。厉眼即便是撕烂衣裳一角，鼻孔绑了布条堵住，依旧被熏得骂娘。而且愤号不仅仅味道感人而已，蚊虫多的他光是拍蚊子的时间都胜过他下笔。第2场考试时间结束收卷那刻，他才堪堪写完考卷。8月13，出了考场，刚洗漱干净的萧衍之正饥渴难抑，准备拥住宋锦一解3日相思之苦那刻，房门突然被敲响。萧衍之被打断了好事，脸都臭了。当看到门外之人是沈玉，俊脸更是瞬间阴沉地滴出水来。当听明白沈玉的来意，更是好笑问道：你怎会觉得赵钱会给我们透题，又怎觉得我们会告诉你？我不会再对萧大哥与赵大哥有何非分之想。我也知道，只要萧大哥参与了这次科考，状元就没有旁人什么事，我只要厉眼高中探花就足矣。厉眼同样是21岁，虽长相略逊萧衍之与赵钱，可是若不与2男人相比，厉眼也是满身光华。一旦厉眼高中探花，不仅可以去翰林院当编修，还可以凭着他的样貌与才情得到各方势力的招揽。若是再凭借他的福运，将来一定官运亨通，进入内阁。况且他还给赵钱新粮食，等到赵钱当了皇帝，冲着这层关系，指不定将来厉眼还可以与萧衍之争一争首辅之位。你与你口中的男人成亲了吗？没有。那你们睡过没有？沈玉顿时脸红，尤其萧衍之就在房内，宋景怎可以问他如此不要脸直白的问题？没有，你问这做什么？我还以为沈玉与厉眼可是同住地字号房哦，孤男寡女睡一房，真没有那啥？你1没有和他睡过，2没有名分，你就不怕帮助他高中探花，转头他成了陈世美，去娶高妻美妾？他算是听出来了。沈玉听了他的忠告，没再死磕萧衍之与赵钱2男人，也很努力提升自己，就是他似乎有些高估了沈玉的智商，甚至都忍不住为这女主智商捉急。你没名没分，不怕最后竹篮打水一场空，白给他人做嫁衣，最后落得一无所有？男人3妻4妾不是很正常吗？而且厉眼承诺我会是他原配，即便将来不得不娶高门贵女，最多抬成平妻，地位不可能高于我。其实厉眼有向他求亲，但他从头到尾都没有想过嫁给厉眼。在厉眼没有高中状元探花之前，他心中始终抱着幻想，幻想天上突然掉下一个比萧衍之与赵钱还要俊美且优秀的男人。他这么说你就信了，且接受了？相信我可以助他，他不可能舍得抛弃我。他不知应该说什么好了。看在一起逃过荒的份上，他该提醒的都提醒了。萧衍之神情冷漠，听着沈玉与宋锦的对话。最后他拿起毛笔，沾了墨水，龙飞凤舞写了一个困字，然后举起让沈玉看。就是这个字。
但仅此一次。且从此以后，你与我们，还有全村人再无干系。萧衍之始终记得500两银有一半沈玉功劳的事，如今还清了这个债也好。谢谢相告，你们放心，我以后不会再来打扰。等沈玉身影完全消失，萧衍之脸色才见转好，亲自关上房门，拦腰轻松将宋景抱起，往床榻走去。阿锦，我们早些歇息。你把字给他，不怕那个男人可能抢了你解元？你要知道啊，你考不上状元，当不了首辅，我可能会后悔的。萧衍之将宋景放上床榻，随即身子附上，嘴角勾起自信的笑。赵兄即便没透题，我也有9成信心给你争状元，争首辅夫人，争一品诰命。我把字给他不过是公平较量而已，省得我胜之不武。你放心，你相公虽没你会挣钱，也没赵兄会武，但是在文方面这点信心我还是有的。指定用不了多久，赵兄还要喊我一声先生，听我授课也不一定。宋景听到一句相公惊了，但是还没来得及说话，声音直接被萧衍之附上来的唇吞没了。阿锦，再叫我相公好不好？我想听。天知道，在考试每场提前答完考卷后，余下的时间里他都在思念他，满脑子都在想着时间快点过，尽早回来陪他。还没有离婚书，不叫，等过几日再叫。萧衍之顿时一脸失望，不过想着不差这几日了。阿锦，8月15只要考完，就可以提前出贡院，我一定会赶回来给你赏月过中秋。花好月圆夜，感情升温时，可不能错过了。宋景正想训斥一番，让他好好考，不必陪他的话，但是还没开口，声音再次被吞没。8月14，最后一场考试依旧是卯时。宋景再给萧衍之喷醒神药，抹防蚊药，检查考栏。将近贡院，萧衍之恋恋不舍。阿锦，明日15戌时，我一定会赶出来跟你赏月过中秋，你来接我。他考了2场，险些被其他女人生扑2场，而且2次都是宋景霸道护肤。宋景第1次撒豆子，第2次直接让魑魅魍魉结成人墙堵出口，他才幸免被扑。我会来接，赶紧进去吧，考好了才许出来，不许急躁。我知道，等我。萧衍之闻言捏了捏宋景的手，这才走进龙门。咚咚咚，3声鼓鸣，正式发考卷。科考的重头戏来了。萧衍之拿到考卷，果然发现赵钱诚不欺他。测论题目是论时下大号之困，这道题就是巨坑，可不是谁都敢随意作答。只要不蠢，一看题目便能猜到，这明摆着是皇帝老爷破天荒干涉乡试出题了。按照往年科举，乡试本应由巡抚出题，可是这一次大号四面楚歌，武文帝急需有用的人才，但不需要庸才，所以他要亲自刷考生，全大号50多万参考生源，他只要1000举人，没用的庸才全给他滚蛋，不干实事尸位素餐的废物他一个不要。这题目实在太难为考生了，谁敢妄议大号？就是满朝的文武，皇帝这么问，估计百官都会跪地上，颤巍巍不敢随便回答吧。这道题不仅要考生们剖析出大号困局，还要考生有过人的气魄胆量，甚至还要有超人的智慧。如今大号的文武百官都解决不了大号的困境，换句话说，能想出解困之法的都将是将相之才，文韬武略之人了。当考生们拿到题目那刻，前2场刷掉了3成考生，这次是直接又刷了3成。砰砰砰，好不容易带病撑下2场的考生，终于被吓得直接晕倒一片。不对，不全是吓晕，还有怕死装晕的，因为他们没胆子写，
不敢写就不能中举，既然无法中举，还不如明哲保身，干脆装晕不答题。考生们宛若约好了一般，一个个排好队的晕。萧衍之看着题目，并没有马上下笔，而是凝神聚气，闭着眼眸一刻钟，才选笔而落。且落笔有神，不仅大胆论了大号陷入国困之因，甚至逐一困难出谋献策。终于，萧衍之引起了明远楼上眺望监考的考官们的注意，从头到尾欣赏他答卷，就像欣赏一幅画卷。还有一个人也不错，4444号紧挨分号考棚的厉言，虽然又不禁捂住了鼻子，时不时拍蚊子，但是也在奋笔疾书。那2个考生品貌真不错，看来你南方气候挺养人啊。主考官指着萧衍之与厉言，对南安知府说道：是不错，且都年轻。一知府闻言摸了摸下巴笑了。他纵观上万的生源，竟晕倒了一大半，没昏倒的大多在咬笔杆，或者坐立难安，斜斜停停。只有2个考生不仅顶住压力，还能奋笔疾书。看来解元、亚元要在这2个年轻小伙身上产生了。若是2人都中举，指不定还将是2匹黑马，给他南安府峥嵘，甚至有机会参加殿试，摘下状元探花头衔也不是不可能。我记得你与我说过，西北南下逃荒的灾民中有一个小三元。一知府不提这事，知识都差点忘记了。对，是有个小三元，就是不知他腿脚好没好。大人，是有何疑问？那小三元可还是年轻小伙，我抄录他户籍时20岁，现在应该21岁。太好了，那就应该是他没错了。要是这个小三元继续获得解元、会元、状元连中6元，那就是千古科举第1人了。那他南安府想不引起皇帝的注意都很难了。而且他的恩师赐府正缺这种人才。萧衍之一点不知，自己无意中引起了一知府的青眼。他只知道奋笔疾书，早些考完，早些回去陪宋锦。如果可以赶在8月15的白天出去宫院，就趁着这大好日子与宋锦去官府立了婚书。他是一刻都等不及让宋锦冠上自己的姓氏，与他一生一世绑一起了。花开2朵，各表一枝。自萧衍之进入考场之后，宋锦并没有回客栈，而是在街上到处闲逛，然后买。于是一直护着他身后的魑魅魍魉，明明是死士，摇身一变成了4家丁。四鬼手中东西越来越多，到最后四鬼手中再也塞不下了，视线都挡住看不见了，宋锦才饶过他们。不过四鬼被奴役却没有任何埋怨，他们都知道跟着这个少主夫人以后绝对前途无量。他们已将宋锦扮丑的消息用信缨传给了秦军。秦军得知自己儿媳妇竟是个貌美的，简直高兴坏了。儿媳妇漂亮，这以后生的孙子模样绝对个顶个的好。秦军这一开心，想到自己儿子可能中举后会参加明年春闱，大手一挥，立即将京城一座2进宅子更换主人，换成了宋锦的名字。本来以秦家的庞大，秦军想给自己儿子送一座城都不在话下，但是萧衍之不想与秦家扯上关系，不想认他，他只能先委屈自己儿子。宋锦丝毫不知自己莫名其妙多了一座京城宅子，逛到腿酸才回去客栈倒头大睡。睡到第2日8月15申时，持双手奉上一纸房契到他手上，这才知道秦军送了一座京城宅子给他。宋锦瞪着手中的房契，又笑不活了。虽然是2进宅子，可是却是靠近皇城的宅子。要知道，原来世界在京城买一座4合院，可是要动辄10几个亿的。
替我回信公爹，宅子我太喜欢了。走，我们去贡院等相公。一觉睡醒，莫名其妙多了一座宅子，直接躺赢的滋味实在太美妙了。宋锦很不厚道的将萧衍之卖了，有了这么豪横又对他不错的公公，且背后还是千年氏族，这是多少女人打着灯笼都找不到的，不珍惜是真傻呀。阿锦，萧衍之一出来就激动地握住宋锦的手，我们趁着今日良辰去立了婚书，好不好？立了官方婚书，二人就可以缔结连理，不再是无媒苟合了。将来我定会用命好好待你，若是我负了你，这条命你尽管收去。好好求婚扯命不命的做什么？宋锦好气又好笑道了一句，但情话是很受用。要立婚书就赶紧的，晚了可就要错过今日了。在大号想成亲，必须要先立婚书后才可以依礼聘嫁。宋锦真的是做梦都没想过自己有朝一日会穿越，且心甘情愿陪同一个古代男人去找官媒立婚书说亲嫁人。媒婆很容易找，随便一打听就找到10几个。不过宋锦与萧衍之找的是官方且最有名的府前官媒李梅氏。当二人找到李梅氏，李梅氏顿时被眼前的二人气质外貌惊呆了。她做官媒20年，还从来没有遇见过如此俊男美人的一对。二位瞧着是夫妇，找我这是……萧衍之将自己与宋锦的户籍与庚帖、生辰八字一并递到桌上。我们要立婚书，找你收媒作保。李梅是迷糊了，看着宋锦书的妇人记，依旧一头雾水。我们情况有点复杂，我们二人之前原本就是夫妇，后来因为一些原因和离了。我们今日决定再缔结连理。萧衍之话音刚落，宋锦将之前和离书递给了李梅氏。李梅氏拿过二人户籍与和离书一对比，总算明白了二人瞧着像夫妇，为何又找他说媒了。感情这是破镜重圆，再求再嫁。这是成，我给二位说媒立婚书，先恭喜二位重修旧好，再结连理。干媒婆这行嘴不甜怎能说得过去？萧衍之闻言心领神会，立即递上1张100两银票，这是定金，等婚书事成再付100两。李梅氏见到100两银票眼都亮了。以前他给商贾富户辛苦说一门婚事，才得银30两50两。我现在就给二位立婚书，立好就拿去官府盖戳，一定帮二位办得稳稳妥妥，今日就可以给二位婚书。婚书不仅要官媒盖戳，还要官府盖戳。两方盖了之后，接下来才可以走后面3书6礼，新人才算明媒正娶。婚书我来写吧，你负责盖戳即可。你会写婚书？宋锦笑得不行，他明白萧衍之为何要自己写，他可以理解。自己的婚书，一辈子的纪念，字体当然要十全十美了。立婚书上，一个个字勾勒跳跃而出，两姓联姻，一堂缔约，良缘永结，匹配同称。看此日桃花灼灼，一世一家，博他年瓜蝶绵绵，尔昌尔赤。今以白头之约书向红笺，好将红叶之盟载明渊谱。此正。宋锦看着立婚书的字，其实他真的没有认出几个，但是他瞧着每个字都像印刷字体般规范，就知道萧衍之的字一定很好看，也很明白他是真的很用心在对待二人立婚书这事。哎呦，小伙子这一手好字，不会是这次秋闱的考生吧？哎呦，好规正啊，照量过似的。1个时辰之后，花好月圆夜，萧衍之终于如愿以偿，拿到盖了官媒、官府印戳的官方立婚书。阿锦，这是你的。宋锦接过立婚书，感觉很玄幻，她居然就这么莫名其妙嫁给萧衍之了。阿锦，我很想大喊。别傻，只是立婚书，又不是成亲那天。
不是说要陪我赏月过中秋吗？走吧，今夜陪我，不眠不休。中秋这天，府城不必宵禁，所有南安府的百姓都可以尽情游湖赏月放花灯。他实在没胆跟萧衍之回客栈，害怕二人等不到金榜题名时。萧衍之听到宋锦要玩彻夜，明白他担忧什么，耳根渐渐红了。好，今夜陪你赏月，不眠不休。月有阴晴圆缺。西北边陲陇安府城楼上，赵乾一身铠甲，腰挎唐刀，负手而立，仰头望着渐渐被乌云遮住的圆月。信送到了吗？到了。希望他没让我失望。爷，你这是何苦啊？分明思念宋锦，分明写信过去了，偏偏却只有一个字。宋锦猜得到这个困字只是考题这么简单吗？还有他们爷的情困好吗？闭嘴，我没有想他。阿儿很无语，很想问，没有想他为何每日抱着唐刀睡，从不离手？宋锦给的唐刀锻造图，他只成功打造出一把，其他一律失败，也不知是何原因。但他们爷似乎更开心，觉得那唯一成功的唐刀是宋锦留给他一个人的礼物，所以每日爱不释手擦着，并且从不离身。第一把成功制成的10发连弩，他也爱不释手，但没有唐刀那么疯魔狂热。而且他们爷也不写信去问明失败缘故，这一看就是不想再做唐刀给其他人，只想身上的唐刀是世上唯一的一把。准备明日进攻，连弩、烟毒、火球一并拿出来，是时候给戎人乌军放放血了。是。阿尔应了一声，转身就下了城楼去安排。他很明白他们爷为何突然要进攻。来到西北3个月，他们爷一直只守不攻，已经惹得满朝非议，底下兵将也不满了。如今突然要进攻，恐怕是秋闱结束，萧衍之一旦中举，宋锦会跟着进京，想着凯旋而归，回京见宋锦吧。可是他们爷为何没想过，即便再见到宋锦，心念之人已成他人妻，他们爷如何自处？乡试结果要半个月之后才会出来，即9月初才会放榜。萧衍之与宋锦也没有离开南安府，住在客栈里，一住就是半个月的2人世界。半个月，萧衍之因为2人立了婚书，反而不敢再随意触碰宋锦，连亲吻都隐忍了，不再像以前肆意妄为，反而每次蜻蜓点水吻下他的唇就放开了，并且他给自己找了事情做，白天陪着宋锦游山玩水、逛街买，夜晚回到客栈就是埋头写策文，一写就写到半夜。他这么努力是想着拿策文去换钱。进了京城要买宅子，另外要给他买最好的珠宝首饰，还要准备最好的聘礼迎娶他。不过他写到半夜还有另外一个原因，毕竟他正值血气方刚的年龄，且同床共枕的还是自己心悦女人，只要不是柳下惠都会扛不住。9月初1这天，他来小日子了，没心情逛街了，吃过午饭后就瘫床上了。萧衍之一如往日在他唇上温柔亲了一下。阿姐，你最喜欢什么首饰？蓝宝石。萧衍之闻言怔了一下。那你先躺着，我出去一趟，很快就回来。你去做什么啊？萧衍之每次上街都是祸水，走到哪儿一个回头都是姑娘们尖叫，要不是有魑魅魍魉护着，他都想将他关金丝笼里了。有个过分貌美的相公也挺让他头疼的。我去就回，很快的。萧衍之扔下一句话，再关上房门走了。他自然是去给宋锦买蓝宝石去了，只是他到了南安府最大的银楼一看，哪有什么宝石，珠钗的珍珠全都形状不圆润，不仅个子小，颜色还单一，且只有白色珍珠。少主，想找什么首饰吗？我有蓝宝石，他能弄到吗？萧衍之本不想与自己便宜爹扯上干系，但是想到以他便宜爹的本事，
宝石应该不难找。少主想要几颗，我信应给家主，1个时辰后就能送到少主手中。我只有6000两，够不够买1颗？少主的身份，想要多少都可以，不必银两。是我自己娶媳妇儿，谁有他施舍？你就回答够不够？师觉得少主真为难他了，纠结半天才道：够了，1颗拇指大的宝石，大概价值2000两。少主6000两可以买3颗，红蓝绿颜色皆可。萧衍之立即将自己挣的6000两银票递给吃，给我3颗，就你说的3颜色。吃接过6000两，顿时感觉很烫手。看来想要少主回归秦家还是很难啊。谁见过向自己爹花钱买宝石的少主？宋锦瘫在床上，仰头瞪着屋顶时，觉得自己大概病了。若没病，他怎会对萧衍之生出霸道占有欲？萧衍之离开后，他满脑子都是他，担忧他会不会被其他女人盯上，担忧他这离开一转眼就变成别人的了。难不成我这是婚前恐惧症？受不了心中不安，宋锦直接闪身进了空间，空间的稻谷又结稻穗了，灵坛内的河蚌也长大许多，等到明年春闱，估计就可以收获珍珠了。但是这一刻，宋锦觉得自己缺了些喜悦，整个人病恹恹的，甚至感觉挣钱都不香了。蓝颜祸水啊，我这真是完了呀！脑子里闪现一帧帧一幕幕全是萧衍之的俊脸。宋锦骂了一句，转身才出空间，然后坐在桌边等待萧衍之回来的时间里，脸色是越来越黑。接近夜幕降临，才见萧衍之回到客栈，他一张脸简直铁青了。幸好萧衍之回到房中，立即就机动献宝，递上一个雕刻漂亮的香木长方形首饰盒。宋锦的脸色才变好，尤其当他打开首饰盒子，看见里面躺着亮瞎人眼蓝宝石镶嵌的流云烧蓝步摇簪子，一如秋水洗过的眼眸染满了震惊。他没想到这男人居然因为他随口一句就去给他买蓝宝石了。阿姐，蓝色的喜欢吗？不喜欢，还有2个颜色。说完，忙又从袖兜里拿出2个首饰盒子，献宝似的逐一打开。然后宋锦再一次被刺激到眼珠子了。2个首饰盒子里，一个躺着红宝石镶嵌簪花流苏步摇，一个绿宝石花钿钗。总之2个字，很美。3件首饰都很好看。你不会是将你卖侧文的几千两全花光了吧？这钱花完没关系，只要你喜欢开心就好。阿姐，簪子款式你喜欢吗？不喜欢我再拿去银楼换了簪子，宝石重新镶嵌。败家子，换啥换？3件首饰我都喜欢。萧衍之见他收起他赠送的首饰，乐疯了。他就害怕他不接受，见他收好首饰，他才紧紧拥住他，下颚抵在他的香肩上，吸着他身上的馨香。阿姐，多谢桃花你没有弃我而去，且治好我双腿，更谢谢你嫁给我，余生我会用命来惜你，绝不负你。若不是他不知自己在何地，他欠宋锦一条命。阿姐，你对我可有情，可有一点喜欢？他对他是何感觉？从头到尾都是他在纠缠着他。你说呢？不喜欢我让你碰我，不喜欢未成亲就与你无眉苟合睡一起，不喜欢我选择你不选赵钱，还是你觉得我的毒药不够多？对不起，我不该问这么蠢的问题。你若对我没情意，怎会嫁我？知道就好。今夜你别上床了，睡地上吧。萧衍之身子一震，僵了片刻，却将他拦腰抱起，勾唇一笑。哎，我们还没拜堂就分床，不吉利啊。宋锦震惊的瞪大眼想抗议，但抗议无效。一晃眼，几日过去，这天乡试终于放榜了。萧衍之与宋锦坐在天下客栈的2楼雅间，
一边喝着茶，一边互相投喂点心水果，等待府城的仪仗队报喜。二人就是这么有信心。萧衍之自信自己拿到戒元，宋锦则是知道他是男主，知道他会高中。大号的中举报喜仪式有讲究，报喜排场最为威风的当属第1名戒元了。只要斩获第1名高中的戒元，府城就会安排最为威风的仪仗，沿途吹吹打打，敲锣打鼓，直至到跟前登门接报。戒元以下的其他举人就没有这个待遇了，一个报喜差骑骏马来报喜就不错了。此时天下客栈的1楼大厅早已人满为患，坐满了租住在天下客栈的考生。考生们一个个皱着眉头，心急如焚，焦急等待报喜差。不着急不可能，10年寒窗，谁不希望鱼跃龙门？谁又不怕落榜再继续读3年？好巧不巧，萧衍之与宋锦雅间对面正是沈玉与厉眼的雅间。厉眼丝毫不知沈玉与萧衍之、宋锦一起逃过荒，曾经一起出生入死过。至今他还无知以为考题的困字是沈玉做梦梦见的，所以当他意外看见萧衍之与宋锦坐在正对面的雅间，于是举起茶杯对萧衍之与宋锦示意一下。这一举动莫名给人一种示威胜券在握的味道。厉大哥，你在做什么？其实他此时内心很想对厉眼说，你示什么威？解元有你什么事？但他忍住了。半个月，他几乎每日都看见萧衍之与宋锦携手进出，亲密无间，连他都忍不住眼红羡慕了。他与厉眼瞧着也是很登对的金童玉女，可是他一点也不喜欢厉眼触碰，更笑不出来。二人虽睡一间房内，却是2张床榻，他最多与厉眼牵牵手，连唇都不喜欢厉眼碰的。